洗澡澡啊！现在家教刚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附近的咖啡厅喝个咖啡，吃个甜点。但我今天好像蛮多人的，可能有没有位置？没有位置的时候就回家。I just wanna chill under the northern lights with you, I'll do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do. Sadie, you save me, keep me from floating away. Blue dream, baby, you leave me with nothing to say but say. 我们现在在板桥希尔顿，要准备台北的假日研讨会了。嘿嘿嘿。年轻人工作，很多人都会听到一些名词，营养师、医生开始转职来当网红。要顾好2件事情，就是伙伴们的健康跟美丽。现在跟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老师约在忠孝新生这边吃晚餐。原本气象说今天会下雨，所以我带了雨伞。还好今天没有下雨，今天天气蛮好的。希望明天台中也天气好。然后呢，剩下明天一场台中，我就能够如释重负，可以放松一下了。这个北北人好好，我刚刚只是停下来要看地图，他就问我是不是不会走。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像是台湾的地就比较小嘛，所以呢，我们可能风景就没有那么的漂亮，或者说我们的建筑物就是有很多种的风格，没有经过那种统一设计化的。那出去玩的时候，你就会很喜欢看这种风景，可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定居在一个地方生活的话，我觉得生活中的那些细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例如说，可能陌生人、这些行人，他们真的都非常的乐意帮大家解决问题。他可能现在看我就是手上有拿着包包还是什么，就感觉我是游客吧。对，然后这种小小的这种让你感动的东西，就是会让你想要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真的是人。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你们说，上台的时候呢，我最讨厌的事情不是讲东西，不是在想我要讲什么，而是我到底要穿什么。因为我就是很不想要穿裙子的那种套装，加上我平常就是其实也没有那种需要穿裙子还是穿很正式衣服的场合，所以其实我的衣柜通常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休闲的，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就是走一个休闲风。但是呢，在这种场合，你就是必须要穿的正式，我又是不太想要那种买那种1次性、2次性的那种为了上台穿的衣服，我希望我平常也可以穿到，所以呢，我现在就开始就是穿了那个类似小香风的这种外套，然后我妈妈买了1件给我，是黄色的，然后我这一次在淘宝上面买了1件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还有里面这一件衣服，我也觉得很好看呢。我现在真的有点热。刚刚好有点热，所以可以给大家看，就它的领子是到这边，然后有点像荷叶边的这种感觉，然后又不是真的超高领，所以我就是个人非常的喜欢。反正会经过那个花市，就有个光头开馆的，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现在在永康街，
did you find me? The silver lining. I was blinded by the dark till you showed me where to start. 今天呢是最后一场在台中。刚刚呢，我们家群组呢，我爸就说你妈出发了，然后我原本也没有叫他们要来，因为我就觉得就这样。然后我爸就说自己人怎么可以不来？然后所以我妈好像会来。然后我现在在休息室等，觉得昨天晚上又没有睡好，可能是因为我哥来吧，看起来有一点黑眼圈。可能是效果太好，所以他才会觉得我是有 P 图，对不对？2、3年前我再拍了一次，这个也是素颜都没有擦东西的状态下。Wherever the wind blows, wherever your light goes. 嗨，大家，我终于到家了。每次去到板桥车站呢，我都还蛮喜欢去逛卡乐迪的。然后我刚刚在卡乐迪买了几样东西，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肚子饿了。然后我今天原本就是想要去看有没有那种日本的米果咸的，然后就看到它有这个也是类似米果的，而且它这个有家电袋。我现在就是想要把每个东西都拿出来吃一下，小小的，一口一口的，很香。然后它的调味应该就是昆布酱油这种，而且它里面还有一片一片的昆布我第一次在这种米果里面看到昆布，吃起来好特别哦。它的这个表层就是很咸，可是咬下去之后没有什么味道可是你会吃得到有那种海藻的感觉。意大利的盐味面包棒，然后它就像面包一样，吃起来不会太硬，然后上面有一颗颗粗的这种海盐。不过这个缺点就是没有夹链袋。然后买了2包松露风味的酱油拉面，第2件半价，这是卡乐迪他们自己做的，卡乐迪自己的香脆香蕉片，我还蛮喜欢吃这种硬的这种果干，像是榴莲片、菠萝蜜片，我很喜欢。我觉得它这个香蕉烘烤的程度，我觉得是还蛮刚好的。越靠近中心，糖分越高嘛，它越中心的那个硬度就不像外面的这么硬，它就咬下去是你会感受到有那种沙沙的质地。再来这2个是咖啡糖，这个不是韩国的，因为韩国近几年的那个韩国，他们常常都会置入这种咖啡糖之类的。这个是印尼的，但是呢，它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其实我常常看到这个，然后他说它是真正的咖啡糖，然后又是随身包，所以它里面应该就是很像那种药片之类的那种包装。这个我拿最后吃。比利时牛奶巧克力的原脆片，这个我印象中以前我忘记在哪里买过，也是类似的。然后它就是像洋芋片一样，只是它这个是巧克力的脆片。来吃这个咖啡糖。然后今天晚上的晚餐呢，我要吃我的汤面了。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吃汤面，感觉面才是我的主食。它就长这样，一颗一颗的，这样子39块。虽然单价不高，可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贵。非常的咖啡。现在外面真的车子声音超大声的。我之前其实都不喜欢开窗户，因为就觉得外面空气这样不好。但是，有时候不开窗户，感觉房间里面就会有一些湿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会很容易打喷嚏，然后有的时候把窗户打开，我就觉得我比较不太会打喷嚏，或是说我要开冷气或是除湿，
然后因为我这个窗户啊，它这个气密窗其实隔音效果我觉得还不错，所以通常我把这个窗户整个关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我。然后我跟艾捆在这边，我们也不太会就是发出什么声音，然后就会很习惯就是很安静的环境。所以如果一起来之后，身边噪音太多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有点烦躁。所以呢，偶尔把窗户打开，然后听听外面的声音，应该会比较好，就是像一般人一样的那种生活模式。唉，好，我现在要准备再去煮面，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我觉得每次的上台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挑战。例如说这一次我们讲了北中南3场，然后我就希望3场不要完全一模一样。虽然说受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有些人就是还会听过2场，然后我就不喜欢那种人家听过了，然后每次听都觉得是一样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就是当我自己是台下的观众的时候，如果是同一个讲师讲的，我就会期待他可能这次会有多一点的新的内容。但这个对讲师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每次在讲同样的主题的时候，假设有这个机会的话，因为我现在就是讲过会员分享奖金制度，然后这个是第一次的算是产品的介绍。如果有机会再讲重复的话，我就会有压力，因为我就会希望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有点不太喜欢讲课，就是因为我的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又会比较多。虽然说就是爱多美的会员都很好，每次看到都会说哦你讲得很棒，然后怎样的，都会用鼓励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讲师自己会知道自己讲的好不好，然后或是说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每一次讲课我都会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思考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可以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来这3场的假日研讨会，希望你们都收获蛮多的，我自己收获也很大。艾可，现在几点了？你还在睡觉？哈？现在几点？现在几点了？你要起床了吗？起床了好不好？艾可很喜欢睡在这个缝隙里面，他可能觉得很有安全感。嘿，而且他今天还有盖棉被，应该很舒服。嗨，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支 vlog， 最后你们应该会看到我说我要去肠胃科检查嘛。那因为呢，我就是一直以来都觉得，我的可能很容易胃食道逆流之类的，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作息比较不正常，就是我比较属于晚睡晚起的那一种，然后吃东西呢也没有到非常正常，就是你们知道一个人住，就是你煮东西你也没有办法煮得很大份，然后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就是非常的懒，所以有时候可能在工作，然后一忙，然后我又是那种就是如果当下有一些事情要做，我就会想要把它完全处理好之后，我再整个放松下来的人，所以就会很容易导致我很容易饿过头。当然这个也绝对有影响，然后我就隔天去看了肠胃科医生，然后后来讲一讲之后，就医生就问到了一个还蛮关键的问题，就是他问我在喝东西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这样，我就跟他说会，而且会更容易，就是我可能喝一点点水，或是喝一点咖啡饮料之类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喝东西永远都会剩，而且剩不是只剩一点点，是几乎会剩一半的那一种。所以我从小就是不喜欢喝水。那时候医生听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初步判断，就是他觉得，我的食道，它的食物就是吃进去之后，它比较没有办法消化到胃那边去，所以它就会容易食物那些东西就会积累在食道这边。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胃食道逆流，就会觉得好像东西卡在喉咙这边，然后你用力你也吐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所以他就说他觉得我的食道初步判断就觉得可能是食道迟缓这样。对，然后我就是大后天的时候我要去做肠胃镜，对，也是我第一次做肠胃镜，然后我也不太确定就是结果会怎么样。那我觉得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而且是一个长久会影响你的一个习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去看医生。在我还没有看医生之前，我都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多吃益生菌啊，可以多吃酵素，可以多吃螺旋藻，就是感觉好像可以对胃食道逆流有帮助的东西，就可以去做这个保养。但是当我知道，就是可能我本身的问题并没有办法，现在这个阶段直接靠吃这些保健食品来去做辅助的时候呢，当然它对其他东西一定会有效。可是如果我是针对这个胃食道逆流而去补充那些保健品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没有办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觉得反而我会可能吃更多，然后又没有办法见效果，然后我反而就是可能花了更多钱去吃这些保健品，就没有办法真的治疗到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一些长久都已经没有办法好转的一些问题，然后你还没有看过医生的人，我就会建议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去一趟诊所，然后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后续是要吃药还是不要吃药？你想要靠吃保健食品，或是你想要靠吃什么原型食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之后的事情。你要先知道问题在哪，然后你再去想你要怎么样去解决。反正呢，我就是定好了大后天要去做肠胃镜，然后现在就是明天跟后天呢，医生要我做低渣饮食。然后我觉得低渣饮食感觉有一点点小麻烦，就是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做大肠镜的前2天的低渣饮食的建议，就是我还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吃这些东西。还有要喝这个泻药，对，有2瓶泻药要喝，然后2天都要喝，然后1天要喝2次。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肠胃镜是多少钱。我没有特别的去比价，但我就是去看一下，家里附近就是评价还蛮好的那种肠胃科的诊所。然后我这样子做下来的话，是自费是5800块。我觉得一般应该平均都是落在这个区间。但是如果你在检查的那个时候，那个当下，你有一些息肉要除掉，或是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步骤等等，就是你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些什么器具还是什么，这些都是做完之后你要自己额外付费的。所以目前来说呢，就是包含看医生的那个健保费就是6000块。因为我之前就会看过一些影片，然后就说如果去做那种无痛大肠镜起来的时候，都会讲一些胡言乱语，然后我就很想知道我会讲什么胡言乱语，但是当天呢，就只有我一个人自己去，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到底会讲出什么话来。就是在这几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从我看完肠胃科检查之后，一直到现在，就其实看完当下，我觉得心情是有一点点受到影响的。你就会一直去查说什么叫做食道迟缓，然后食道迟缓之后会如果治疗好之后会怎么样，或者说做完肠胃镜之后会不会发现其实你的肠胃是有问题的等等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下就会想的蛮多的，然后甚至会觉得就是有点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加上就是最近就是方大同又过世了嘛，不完全是方大同一个就是很粉的粉丝，但是他很多歌我都会唱。然后因为我以前也是学音乐，我也是学作曲的，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就是你可以从他的音乐里面听得出来他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
好可惜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前几天有突然就是觉得有一点很没有动力去做任何的事情。我就觉得感觉好像从今年开始，就是很多人的离去，然後你就会觉得死亡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快速的事情，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就是这样，好像有一点太沉重了，但是就突然真的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所以好好保养身体，这个真的是需要尽快做的事情。总之呢，身体有问题就要去看医生，看医生找到了问题，那就是去面对它，然后去想办法去解决。对，然后希望我后天的大肠镜、胃镜的检查可以一切顺利。嗨，大家，今天是第一天的低渣饮食。那今天呢，我刚刚晚餐吃的东西就是吃蒸蛋这样，然后还有吃就是很原味的面包。现在是8点要开始喝第一瓶的泻药，然后他说可以混入冷开水或是常温的调味饮料，像是红茶、冬瓜茶跟沙士。诊所的职员跟我说，就是这个泻药它本身味道好像是属于比较咸的吗？我忘记是比较咸还是比较酸。然后他就说可以搭配饮料去喝，单独喝喝看一下它的味道。哦，其实不难喝哎，它就是一个入口之后很咸很咸的水，然后但是它同时也有甜甜的味道，又酸又咸，然后又甜甜的感觉。好，至少它不是那种苦苦的，或是让人家觉得很恶心的味道。好像可以接受，但是好咸哦。哦，好咸，难怪他要我喝完之后要多喝很多水。他说要在30分钟内喝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慢慢喝。我本来喝东西就已经没有办法喝进去很多，然后它就会很容易卡在这边的感觉，然后但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喝东西下去，我觉得好痛苦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都有一种很想要打嗝或是把它东西吐出来的感觉，哦，好痛苦哦。嗨，大家，我现在呢要准备出门，我要去做检查了。然后他们说不能带任何的饰品，所以我待会要把我所有饰品都拔掉。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身体有一点虚虚的，所以我待会会带着糖果。等下结束的时候呢，我就会先吃糖果补充一下我的血糖，然后我就要去吃藏寿司，耶！好，希望今天检查顺利，大家拜拜。我做完了，现在有点头晕，走路会有点不稳。How did you find me? The silver lining. I was blinded by the dark till you showed me where to start. Wherever the wind blows, wherever your light goes, I will follow you around. I won't let the sun go